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张照片，去感受一下2张照片有什么不同。同样都是拍早餐，透过不同的拍摄方式，就会传达出不同的效果。这部影片中，小蓝狐将会实际示范如何利用光线，让你的早餐拍起来更健康。赶快来看一下吧。在开始介绍之前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费获取更多最新手机拍照资讯哦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刚才的2张照片，你觉得哪张看起来更健康？可能你会觉得是右边这张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两者差异主要是因为脑中的意象联想所引发的心理感受。当想到早餐，直觉反应就会认为是在早上或接近中午的时候吃，这段时间通常是阳光明媚的时候。右边的这张照片给人的阳光感比较强烈，有一种艳阳高照的样子。而左边的这张照片虽然整体也很亮，但整体看起来感觉雾雾的，比较像是一般白天或是下午的时候。相较之下，右边照片中的艳阳效果会更容易联想到健康的饮食或生活方式。那么要如何拍出这种健康感呢？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桌子搬到阳台或户外拍摄，让阳光直接照射，完全忠实呈现。但如果你不想这么早起又觉得很费工的话，也可以在家中模拟艳阳高照的样子。先做简单的布景，我们拿了家里的一个纸箱，因为纸箱本身丑丑的，所以我们先用简约白棉布将纸箱整个覆盖，同时也可以充当桌子使用。由于手机架设的角度比较接近45度角左右，背景的地方我们一样放上白色系的砖纹。今天拍摄的光线并没有很强烈，从窗外看，其实正在下着雨，整体光线是比较暗淡的。若你拍摄时天候状况不佳或是光线不足，想要拍出阳光感，就必须借用人工光源的辅助。我们把早餐及饮料依序摆到桌上去，依照手机取景框的位置，适当的调整一下桌面上的物件。以往我们都是直接用柔光箱来做大面积的补光，柔光箱我们一样摆在靠近窗户的位置，让自然光及人工光源同向。当我们将补光灯打开，依据萤幕上的样貌，适当的将背景的地方放上反光板做局部提亮。虽然画面变亮，但整体光线比较平均，光影效果并不明显，与刚刚我们想要的阳光感，那种具有明显的阳光光束效果不太一样。最主要是因为补光灯的光线经过柔光箱让光线均匀扩散之后，再照射到主体上，光线会变得比较柔和，同时也比较分散。先将补光灯关闭，同样的场景，我们换成一个广口灯来看一下。由于光线是直接照射在桌面上，图中并没有像刚刚的柔光箱那样光线经过柔化，就如同太阳直射，没有经过云层遮挡。从萤幕上可以看出，当换成广口灯时，画面上的明暗效果变得更明显，经由阴影凸显之下，食物看起来更立体。由于广口灯比较偏向直射光，没有光线照射的另一面，相较之下就会很暗，与明媚的阳光感有落差。因此我们在侧边的地方再利用柔光箱来打光，让整体的画面同时提亮。跟刚刚一样，靠近桌面及餐盘边缘的地方距离光线比较远，一样使用反光板来做局部补光。当然，若你还是喜欢原本只有广口灯拍出来的那种显著的样貌，觉得更接近阳光直射的样子，一样可以将柔光灯关闭，单纯使用广口灯拍摄即可。关闭柔光灯之后，画面仅剩下广口灯，光线主要分布在食物的周围。若你想要让场景更有氛围感，也可以摆上其他装饰物品，例如这里我们随意摆上一些蜡烛。从画面上看，感觉周围的光线都是暗的，像在晚上拍摄一样。但当我们把灯光关闭之后，其实窗外一样是亮的。使用不同光线拍摄下，可以看出经过柔光箱照射下的食物，整体光线效果比较平坦均匀，
照片给人的感受是随和柔软的。若你想要凸显一种温和的摄影风格，就可以采用大面积的柔光箱来打光，而使用广口灯来打光，照片拍起来的效果会比较硬朗，阴影的地方也会比较深，明暗效果强烈的同时，也会让立体感比较明显，食物本身的纹理会更清晰，当然看起来也会比较利落或甚至锐利。两种光线没有绝对的好或坏，主要端看你想要拍摄的效果为主。在家用手机就能拍，你学会了吗？若在拍照上有任何问题或关于道具的安排，可以留言给我们，我们将整理好之后拍成教学影片回复哦。拍照并不难，记得试试看。